欢迎来到 News TT70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全方位分析，杨紫与迪丽热巴谁才是90后女演员的当红 Top 1？红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呢？评价一位艺人是否优秀，只能从粉丝数量来算吗？大家都知道，两位当红的艺人一旦被放在一起对比，难免粉丝之间会产生矛盾。拉踩、互骂、人身攻击之类的都十分常见。90后的女演员里，算得上一句当红的也只有杨紫与迪丽热巴了。她们都属于人气与流量名列前茅的女演员，免不了拿来一顿比较，但是至今都未分出胜负。粉丝肯定都是夸赞自己喜爱的，贬低厌恶的，这样下来难免有失公允。那么今天就站在观众的角度，秉承着不偏袒任何一方的原则，对两位女星进行多方位对比，看看谁才是90后女演员的当红 Top 1。微博的粉丝数量虽然不是准确无误的数字，但是还是能看出来谁的人气更高一点。热巴最早的出圈应该是14年克拉恋人，明艳直爽、敢爱敢恨的高文让她被很多人记住。而杨紫属于童星范围家有儿女里聪明可靠的夏雪，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。微博粉丝水分太大，但好在超话中达成大咖成就的粉丝数量是明确的。根据上图统计，果然还是迪丽热巴的粉丝更多一点。论颜值的话，两人虽然不属于一个风格的长相，但很明显，带着异域风情、明艳妩媚的热巴更胜一筹。新疆女孩大多鼻梁高挺，五官深邃，热巴颇有混血感的长相，让她可以轻松驾驭许多不同的妆容造型，而带着攻击性的妩媚风格最能将她的魅力展现出来。而杨紫则是更偏向于邻家女孩的清秀可爱，标准的妹妹脸，脸部线条柔和圆润，眼睛圆圆的，给她增加了几分可爱感。但这些只是官方精修图，我们都知道明星拍摄一组照片花费的心血可是很多的，摄影师、化妆师，再加上后期磨皮，最后才呈现给观众。那么，离开了精修，这两位的生图究竟如何呢？生图对比，二人在娱乐圈都是标准身高，穿着长裙都显得十分温柔，脸上也没有瑕疵。但是热巴的身材还是更好一点。放大对脸，其实前面就有说到，热巴的古香锋利，鼻梁高挺，做了大表情很容易脸崩，像法令纹以及脸部沟壑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。而杨紫脸部圆润，带着娃娃脸的特征，这类古香最大的优点就是抗老，胶原蛋白流失过快就会出现疲态、嘴角下垂等一系列问题。精修与生图对比，对比图可以说相当明显。杨紫需要注重一下身材管理问题，毕竟女明星为了上镜还是瘦点好看。而热巴还是尽量多休息，高强度的工作是非常伤害女性身体。热巴演技篇，终于到了真正评价一个演员能力的环节了。想要成为演员中的佼佼者，最应该比的还是演技与实际。根据两人所获得的实际图来看，一时之间还真的分不出谁胜谁负。但是如果拼演技，杨紫的演技还是要稍微领先的。以前的文章里提到过，最能体现演员演技基本功的就是哭戏。杨紫最开始转型时，就是凭借着无实物哭戏一战成名，眼泪具有感染力，让人自然入戏。白蛇与香蜜中的哭戏都是让人拍手叫好，强大的爆发力让观众深刻地感受到她在戏中的情绪。而热巴相较于哭戏方面就相对弱了几分，她不是演技差，而是刚过及格线。她有演技吗？她有，而且进步很大。在与君初相识李继云和油尽灯枯时那几段哭戏十分令人动容，眼泪蓄在眼眶，一滴一滴的落下，我见犹怜，但是不能做大表情。热巴的戏是美的，
随便一帧都让人可以保存下来做壁纸，但始终缺少了共情力。热巴每次只要有新剧上线，都能拿到全网第一的好成绩，但是所谓的爆，也只是粉圈限定，离真正的现象级全民爆剧还是差了点意思。在此感谢热心市民杨紫粉丝提供对比图，虽然有拉踩嫌疑，但数据的确是真的。总结了二人的商务代言，热巴的时尚资源的确比杨紫要好出很多。美而自知让热巴的表现力成为女星里数一数二的存在。感谢热心市民热巴粉丝提供缺德图。杨紫平时拍戏的妆容造型都很在线，但是一到拍摄广告物料时，就显得团队审美不足。近期代言的某奢侈品牌物料发布后，整体造型略土，被吐槽撞脸杜华。那么身为观众，大家对他们的印象如何？在你心目中，杨紫和热巴谁才是90后中的佼佼者呢？终于来了 ！YSL 圣罗兰预热，肖战护肤品代言到位。现在的肖战应该很难再被外界风波影响，不会影响到剧，更不会影响到商务代言。前脚刚刚续约了高奢腕表真丽时的代言，还未过一周，肖战的新代言也来了。新代言预热，15号。YSL 品牌卡点熟悉的财富密码1005，并配文内心笃定，自有能量。YSL 护肤品牌代言人即将揭晓，再次玩起了熟悉的陌生人桥段。根据几个关键信息，不难发现这就是肖战将要在16号官宣的全新商务 YSL 护肤代言人。这是肖战2022年拿到的第9个商务，也是2022年下半年官宣的第一个商务，又是一个高质量代言。提前恭喜肖战商业版图再次扩大。与此同时，代言的品类涵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，完全可以满足吃穿住行文娱休闲的所有需求，像极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优异学生，这成绩接近满分了。对于肖战这袭护肤的商务，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啊！众所周知，作为粉丝受众大部分未成年的且有消费实力的女性群体，肖战众多代言中，从2021年至2022年期间，官宣的全新代言超40个之多，品类很丰富，却唯独没有护肤产品。时官宣 NARS 彩妆代言时，单日销量超8000万之多，单平台超5000万。官宣销量继承暴涨之势，品牌犹如坐上火箭，在平台上的排名直接飙升到第一。官宣欧莱雅 PRO 的美发代言产品，销量依旧让人对肖战无话可说。但是，对于 NARS 彩妆来说，还是得益于凭借肖战过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，吸引了很多日常并不使用彩妆的用户消费。当时都不敢想象，肖战代言了护肤品牌将会是怎样的盛况。而此次肖战预热的新代言，也真是中高端产品先 YSL 的护品线代言，就能满足很多日常不用彩妆、只做基础护肤的消费者。别的不说，不知道官宣的当日能不能抢到，对这些大品牌的老用户应该知道，活动基本很少，羊毛更是难薅。根据之前的经验，品牌官宣肖战为代言人时优惠力度很大。YSL 品牌提前预热，这也是肖战代言的品牌中为数不多提前预热的，尤其是2022年新签约的商务，基本都是空降官宣。但奈何近期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讨论都被其他的社会热点所占据，更无语的是，这些社会热点还试图将肖战拉进这趟浑水中。好在，不管是吃瓜群众还是粉丝，亦或者是路人，都深谙这其中这么做的理由。所以，对于这些拖人下水的招数，一句话就能解决，认真你就完了。所以品牌提前预热，也给了粉丝们奔走相告的时间。再次恭喜肖战成为 YSL 护肤代言人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
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！